你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但可能很少去想的现象。咱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普通的周末早晨，你醒来，阳光正好，但你就是不想动。突然，你想喝一杯楼下那家精品店的咖啡，还想吃一份热乎乎的煎饼果子。在过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得起床、洗漱、换衣服、下楼排队。这一套流程下来，半个多小时可能就没了。但是现在呢，你只需要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点击下，叮咚，半小时后，咖啡和煎饼果子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出现在你家门口。是不是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已经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了，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充满了即时满足的时代，一个几乎快要把等待这个词儿从我们字典里抹去的时代。这种体验真的只能用丝滑来形容。你看，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深夜加班，肚子饿了，打开应用，就像对着神灯许愿一样，各种美食任你挑选，半小时内准时送达，抚慰你疲惫的灵魂。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会，急着出门，你根本不用去路边焦急的招手，更不用担心被拒载，手机上按一下，一辆车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几分钟后就停在你面前，司机甚至都精准地知道你的目的地。更别提买菜了，这件曾经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家务活，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你在下班路上，在地铁里滑动几下屏幕就能完成的事。等你到家，那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可能比你还早到。我们生活里那些曾经不可避免的摩擦，那些琐碎的耗时的环节，似乎都被一个看不见的神奇力量给抹平了。我们的生活节奏被极大的加速了，便利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成了生活的主宰，时间和空间都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调配。这种感觉非常棒，对吧？可是就在我们尽情享受这份前所未有的便利时，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心里会冒出一个小小的问号，这一切是不是好的有点不真实了？这份及时的魔法，它背后肯定有成本，对吧？就像经济学里最基本的那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为份极致便利买单的人不完全是我们自己，那又是谁呢？在这份丝滑体验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被精心设计过的庞大系统？今天咱们就一起像侦探一样掀开这层幕布，看看这个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却又对其运作逻辑知之甚少的系统，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要想真正理解我们这个即时的世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这绝对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胜利。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有了 GPS， 有了强大的算法。没错，这些都是必要条件，但它们只是工具。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这些工具背后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全新的社会系统。这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组织人力，去调度时间，去分配任务的系统。而驱动这个庞大系统的核心引擎，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概念，一个听起来有点金融味道的词儿，叫做时间套利。那么到底什么是时间套利？别被这个词吓到，我们把它拆开来看。首先，套利这个词本来是金融领域的，指的是在不同的市场利用同一个东西的价格差，低买高卖来赚钱。比如说，黄金在伦敦卖$1800一盎司，在纽约卖$1850，理论上你就可以在伦敦买，在纽约卖，赚取这$5的差价。那么时间套利呢？它就是把这个逻辑应用到了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资源时间上。平台经济的核心玩法其实远比连接供需要深刻得多，它真正在做的是发现，甚至可以说是创造并放大的社会上一种全新的不平等，那就是时间上的不平等。它的核心商业逻辑就是用一个极低的价格从一个群体手里买下他们活生生的不可再生的生命时间，然后再通过算法这个强大的加工机器，把这些零碎的时间打包成标准化的便利产品，最后再用一个很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群体。这中间巨大的差价就是平台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它不是在连接你我，它是在我们之间进行着一场规模宏大的时间交易。这个系统最厉害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就是它在无形之中根据人们和时间的关系，划分出了全新的社会角色。
这已经不只是职业不同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时间阶级。过去我们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根据你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而现在这个系统似乎在说你是谁，取决于你能否支配自己的时间，以及你能否用钱买到别人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认识一下这个系统里的2个主要角色。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种角色——时间领主。坦白说，这可能就是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或者是我。我们就是那些享受着即时满足的消费者。在这个时间交易系统里，我们是受益者。我们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花钱，把我们生活中那些耗时的、繁琐的、充满摩擦力的事情全都外包出去。我们买的表面上看是一份外卖、一次出行服务、一篮子菜，但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买的是时间，我们买的是让别人替我们排队的时间，是让别人替我们跑腿的时间，是让别人替我们堵在路上的时间。通过购买他人的时间，我们自己的时间就变得更加致密、更有价值。我们的生活节奏被加快了，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一天里做更多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比如工作、学习或者休闲娱乐。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流畅的、高效的，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加速生活。那么有买家就一定有卖家，在系统的另一端就是时间佃农，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暗虚经济世界里那个看不见的引擎，他们是提供那些外卖、快车、闪送服务的人。和时间领主截然相反，他们唯一能够拿出来在市场上出售的资产，就是自己不可逆转的活生生的生命时间。但最关键的是，这份时间不是像传统工作那样按月、按天，甚至按小时来出售的。不，这份时间是被平台、被算法无情地切割成了极其微小的碎片，也就是原子化了。一个15分钟的送餐任务，一个10分钟的出行订单，他们的时间就是以这样一个一个分钟为单位的任务被零碎的出售。他们出卖的正是被这样原子化、碎片化的生命本身。好了，现在我们有了买家时间领主，也有了卖家时间佃农。那么谁来搭建和管理这个巨大的时间交易市场呢？就是平台。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理解成一个中介，那就太小看它了。一个更准确的比喻是，平台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时间中央银行。你想想，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干嘛的？它发行货币，它制定利率，它掌控着整个经济体的命脉。那平台呢？它在这个时间交易系统里就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它掌控着这个时代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时间。它制定时间的价格，也就是我们付的服务费和劳动者拿到的报酬。它制定所有的交易规则，比如派单逻辑、奖惩机制，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从每一笔时间的交易里抽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润。它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制定规则的权力中心。这一家强大的时间中央银行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它的整个业务流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拆解成3步。第一步叫做吸收时间。平台通过灵活就业、做自己的老板这样极具吸引力的口号，吸引了海量的劳动力加入。这就好像银行吸收储户的存款一样，平台把无数时间佃农的碎片化时间吸收进来，建立起一个巨大的随时待命的时间储蓄池。这个池子里的时间越多，就越能保证服务的及时性。第二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叫做打包时间。这就是算法大显神通的地方了。它就像一个超级精密的时间加工厂，把那些从时间佃农那里吸收来的零散的非标准化的时间碎片，通过复杂的运算进行优化、组合、加工，最后把它们转化成一个个标准化的可供复售的便利产品。比如说15分钟内披萨送达，或者3分钟内叫到车。第3步也是实现利润的一步，叫做出售时间。平台把这些经过精心打包的时间产品，以一个带有溢价的价格出售给那些愿意花钱来购买时间的时间领主。而这个溢价和付给时间佃农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额，就是时间套利的核心所在，也是平台商业模式的基石。那么当这样一个系统全面铺开，它会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它在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个社区里，创造出了两种完全平行却有天差地别的现实。一边是属于时间领主的一个不断加速、万物流畅的世界，而在另一边是属于时间佃农的一个被无尽切割、充满了等待和停滞的世界。这两种世界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时间法则。我们来具体对比一下这两种天差地别的体验。在时间领主的宇宙里，时间是加速的、无缝衔接的，并且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的。生活中的所有摩擦都被金钱外包出去了。而在同时，在时间佃农的宇宙里，时间是碎片化的，他们的一天被无数个订单切割得支离破碎。生活的主旋律不再是前进，而是无尽的等待。在餐厅门口等待取餐，在街头巷外等待下一个订单的推送，在上下湾高峰期等待平台的指令。他们的时间完全是被算法所支配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下一个订单在哪里？今天的收入能达标吗？一个差评会不会让我接不到单？你看，明明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他们却体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刚才我们讲了这些，听起来可能还有点抽象，但当这些概念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时，它就变得无比沉重。我们来听一段话，这道话来自一位曾经是中产阶级的网约车司机。他说：“我感觉自己已不复存在，有些日子即使车里有乘客，我也会哭泣。我正在为了残羹剩饭毁掉我的车，每一天我都感到恐惧、疲惫和沮丧。”我们来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抱怨了，这是一种对生存状态的素描。感觉自己已不复存在，这说的是什么？是在算法系统里，人的主体性被剥夺，你不再是有名有姓的人，你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移动光标，一个评分数字，一种非人化的感受。为了残羹剩饭毁掉我的车，这揭示了残酷的经济现实。所谓的收入，在扣除掉邮费、保险、抽量折旧这些成本之后，可能所剩无几。你不仅在出卖时间，你还在消耗自己最宝贵的资产。恐惧、疲惫和沮丧，这更是对日复一日情感体验的精准描述。这就让我们非常具体地看到，时间套利这个系统的成本，最终是由谁来支付的？它是由无数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他们的尊严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来支付的。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啊，平台给他们提供了灵活性啊，他们可以做自己的老板，想上线就上线，想下线就下线，这不是一种自由吗？没错，灵活性是平台最核心、最吸引人的一个承诺，但我们需要深入的去看，这种灵活性到底是真的还是一个幻想。对于那些需要依靠平台收入来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种所谓的灵活其实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为了赚到足够支付账单的钱，他们必须跟着算法的指挥棒走，在平台需要他们的时候，也就是高峰时段、长时间的工作，这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去灵活性。名义上，你当然可以随时选择下线休息，但你选择的代价可能就是这个月的房租付不出来。当一种选择的后果是你无法承受的时候，它还是一种真正的选择吗？就这样，最初那个关于自由和灵活的美好承诺，最终变成了一个有经济压力构成的无形牢笼。那么，这个如此庞大、管理着数百万劳动力的系统，它到底是如何被管理的呢？它的老板是谁？在传统的公司里，我们知道有经理、有主管，但在这个系统里，你会发现，老板不再是一个你可以去沟通、去谈判，甚至去争吵的具体的人了。在这里，老板是一种无形的、匿名的，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这个老板就是算法。这种全新的管理模式，我们称之为算法管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100多年前泰勒制的终极升级版，也就是泰勒制 2.0。什么是泰勒制？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管理，核心思想就是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分解、计时、标准化，以达到最高效率。而算法管理继承了这个核心逻辑，但它借助强大的数据和算力，在3个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超越。第一是规模，它能同时对上百万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劳动力进行精细化管理。第二是不透明性，所有的管理规则都隐藏在算法的黑箱里，劳动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这样或那样对待，也无从申诉。第三是个性化，
算法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数据，对它进行动态的、差异化的管理、激励和惩罚。他是一个24小时 online、不知疲倦、绝对理性的超级老板。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把平台最初用来吸引劳动者的那些美好承诺和他们真正在工作中体验到的现实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一条巨大的鸿沟。平台说，来吧，做你自己的老板，但现实是什么？是你的每一次接单、每一次取消、每一次行驶路线都在算法的持续监控之下，你面临着严格的纪律约束，甚至随时有被系统停用的风险。平台说，来吧，享受灵活的时间安排，但现实是，经济压力迫使你不得不在高峰期长时间不规律的工作，才能赚取一份勉强维持生活的工作。平台说，来吧，这里有无限的收入潜力，但现实是收入极不稳定，在扣除了车辆损耗、油费和高额的平台抽成之后，你的时薪时常会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至于福利，对不起，由于你被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所以你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带薪休假或者退休金保障，所有的风险都由你自己承担。为了实现这种精密的控制，平台开发了一整套数字化的工具，比如说动态定价，它表面上是根据供需关系来调整价格，但实际上它也在不透明地操纵着给劳动者的报酬和平台的抽成比例。再比如游戏化设计，平台会设置各种各样的冲单奖、任务，就像玩游戏一样，用各种心理上的助推来引导你去完成平台希望你完成的工作，让你为平台的利益最大化而奔波。还有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评级系统，这招更是高明，它巧妙地把管理的职能外包给了每一位顾客。一个不经意的差评，就可能让一个劳动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都接不到订单。所有这些工具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持续的技术压力，它成了劳动者焦虑、抑郁和职业倦怠的直接来源。好了，再把这个系统的运作机制以及它对人的影响都揭示出来之后，我们必然会来到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那我们就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让技术带来的便利不再需要依赖于对他人时间的剥削的未来？答案是出路是有的，而且人们已经在探索各种可能的道路。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3条路径。第一条是监管，也就是政府和法律的力量需要介入，比如可以立法明确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或者可以为平台的抽成比例设置一个上限，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第二条路径是组织，平台通过算法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变成孤立的原子。那么红星获得力量的关键就在于重新组织起来。劳动者可以组建自己的工会或者新型的合作社，通过集体的力量去和平台进行平等的谈判，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最后，也是一条更具想象力的路径，是探索替代方案。我们是否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平台模式？比如说平台合作社，也就是由劳动者自己拥有、自己管理、自己运营的平台。这样，技术创造出来的巨大价值就能够真正的归还到劳动者自己手中，而不是被少数的平台和资本所攫取。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想留给大家的问题，其实不是要不要便利，便利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了。它就在这里，它不会消失，也不应该消失。真正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便利？我们愿意让谁用他们自己那不可再生、独一无二的生命时间，来为我们的这份及时满足买单？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一个经济问题了。这最终是一个关于我们想共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个关于公平和正义的价值选择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屏幕前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思考之中。